就今年下半年呢，可能你会看到，就相对高质量的一些数码自费的评测呢，会越来越少。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其实我也是犹豫了挺久的。就建哥说6月一直没有更啊，就因为感觉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又有一点感觉不太正能量吧，就是感觉像去站在博主的角度去说东西，没有去站在观众的角度去说。但是其实很多博主我们私底下交流的时候都表达类似的观点，犹豫半天我就还是说一下吧。就其实先是上个月啊，就有关部门发布了这个网络评测活动规范，其实当时就有一波讨论啊，是不是评测都没法做了？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下文，就可能数码领域这些乱象不算特别多啊。就昨天我是看到央视做了一个类似的报道哈，大概就是说一些手机啊，它不仅是媒体的特调机啊，甚至还有云控特挑的事情，就大概就是即使你去买的零售机嘛，他们也会检测你的手机再去运行一些特定软件啊，就判断你是不是某个博主在测试，然后去单独优化一下，比如说功耗给的高一点，让你性能好看点啊，屏幕的亮度降低一点，让续航好点之类的，就是搞得很过分啊。我其实是不是特别关注手机圈的东西的，但是特调这个东西，其实24年的时候我看到就有人在说了。这个东西反正央媒去公开了，我觉得更多也是去针对厂家媒体机这一块。好像也没有去过多去提评测者去如何，至少央视这个视频会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厂家应该近期不会明着这样搞的，总归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是大家是仔细看这个报道，就视频里面甚至都没有去明说，是哪家或者哪些厂家去搞这些什么云控特调的事情，就你截图看出来那些代码，你可能能猜出来是什么厂家，但是总归这个报道它是有所保留的，毕竟它牵扯到的基本都是一些国内的大厂家，这样干的话，你说虚假宣传好像又沾不到，但是会对一些消费者选购产生误导。但伪劣产品肯定也谈不上，说大部分消费者用手机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但确实这个事情对于懂行消费者来说就非常的恶心人报道出来的话，也就算有个交代吧。正常应该是一个东西整改好了然后我们媒体发个视频说之前有哪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该罚钱的罚钱，该关停的关停。那至少发出视频的时间段应该是整改好了。不过报道里面好像对这些后续也没有去提，后面包括这个网络评测活动规范到底能规范多少也不知道，但是总归有规定比没有规定要好。不过我自己作为评测媒体本身还是感觉到，其实今年对数码媒体这个行当是非常不好做的。在这个规定出来之前我就已经出了这个比较极端的预测了，就是今年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大家能看到的自发的相对有价值的评测就会越来越少，特别是体量大的博主，他可能甚至就不会去发自费的视频了，完全都是发广告了。它不完全是因为这个网络评测规范里的规定一些博主说是不是我测个温度、测个重量都要去找检测机构那我东西没法做了不可能的。他要抓的话也是抓一个典型，抓影响力大的，就是管不了这么细的。真正的问题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今年这个存储涨价太夸张了，就苹果都扛不住了，到手机都要涨价了大家的销量都会受影响，那卖不出去货了，第一时间砍的就是市场这个预算。当然你像笔记本，特别是游戏本市场，它有些极端，就高考完了本身就是一个大学生的购机期，那今年笔记本涨价已经挺离谱了，一堆5060的游戏本都卖到1万多了，一看还是单16G 的内存。你就像联想主打性价比的这个斗战者战旗舰14650X 加16G 加1T 加5060的配置，去年6月首发的时候，我这还有当时做视频的截图呢，6999元的定价，首发优惠300块钱，再加上国补优惠20%，是5359元到手。今年一看定价9699元，国补到手8203元，涨了快3000块钱。笔记本单16G DDR5，咱就算一年涨了800块钱，1TB 的固态涨了600块钱我显卡再给你涨个300块钱，加起来也就涨了1000大几。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笔记本的涨价是快3000块钱，而且还在那里跟你讲后面还要再涨价。那正常人他肯定就不买笔记本了。那台式机的配件也涨了很多，但是也没涨得说这么夸张吧。但是很多准大学生他这个价格涨也得买所以你说这种游戏本，它市场推广其实做不做，我觉得都没有区别。我要是厂家，就象征性的找几个人做点推广，把钱花掉，别的不做，因为看的人他不会买，买的人都不会看。
那大家收入也都减少了，就砍嘛。第二方面可能就只有数码博主自己才知道的，就是其实现在视频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视频平台，不管是长视频还是短视频的，不管你是自费频次还是去念广告，就基本上平台就默认你发的视频都是广告。哎，你的视频是广告，那你就得花钱才能有流量。你要真是广告，你得给甲方去交差，那部分量肯定不能去靠纯自然流量吧，那你就得去买一些推广。虽然说今年大家广告收入都少了，但是还要多拿出一笔钱去投流，但是好歹广告本身还是能赚钱的，无非就是那广告赚的钱更少点了。那你要做一个自费项目，那我就很难受了，我自己掏钱买产品、买设备，花时间、精力、金钱做出来了，那我目的是什么？可能放几年前那个时候社区的环境比较好，我们真的就是用爱发电，后来大家都说要搞商业化了，再说用爱发电，那也太高尚了。大家做事呢，要么就是图个名声，要么就是图个利啊，那就是做自费项目去获得播放量嘛，涨粉嘛，去赚一个名声嘛，再靠收获这个名声去接广告赚钱。就自费项目说白了就是提高自己这个广告的报价，结果现在发现，就不管我的视频做的如何，播放都是可以去买推广获得的。那你做广告做的很那啥，花了钱也能很多播放甚至上个热门。你自己辛辛苦苦做半天自费评测，不买推广啊，播放说惨不忍睹可能太极端了，至少说是远远达不到自己预期吧。我觉得正常人去经历过几次的话，他都会打击你的创作热情嘛。加上今年甚至明年这个商单的市场投放都会减少，那大家看到结果就是大的评测博主越来越不愿意去做自费评测了。聊数码新闻动态，谈行业内挂。Hello，大家好，我是建哥，欢迎来到今天的建哥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情。不知道如何选择靠谱电源，不妨试试海运。海运 Fox V5 Cybernetics 白金认证，全新外观搭载全新海运压纹线书，店铺除核显机全部使用海运电源。入门级靠 GC650，金牌非模组有特价搭配5060、5060 钛，中端靠 GX650、750、ATX 3.0金牌全模组7年保搭配5070、5070钛，高端 Focus 850、1000 10年保搭配5080、5090D， 还有 PX 1200、TX 1600猫头鹰版等信仰型号供各位选择。飞利浦显示器也有上新 27M2N6500L 27寸 2K 240赫兹 QD OLED 面板，入门级 OLED 显示器的绝佳选择。店铺除了整机，还有机箱电源散热器以及固态和机械硬盘，省代级别资源，价格优惠，售后靠谱。华硕 ROG、海运、联利、瓦尔基里、雅骏、泰坦、吹风者、猫头鹰、机械大师、乔斯伯、利明、九州风神、库里奥、银广等。联系客服或者公众号，定期有价格更新，南京本地的客户自提更加优惠哦。很多观众呢，可能直到现在都会觉得，就是厂家花钱找你做视频，甚至就是厂家只是给你提供的样品，他并没有付钱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置换合作，那你这个视频就是厂家的广告，完全不能信还完全没有一个用户自己随便发的产品视频就更有可信度。我能理解这部分观众的心情，但是这样说法真的太极端了。就早期我们评测一路做过来这些博主嘛，大部分人还是会坚守一个基本的底线的，就不管是商单还是非商单，就测试的数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无非就是商单的话，就一些缺点我们要说的委婉一点。当然厂家硬不允许说的话，那也没办法，就厂家要求吹的地方，那我就多吹一吹吧。那人家厂家找你都是希望花钱去提高销量的，那至少提高一个曝光吧，而不是说让你把这个产品一通喷早几年可能厂家对这些东西还看得比较开可能那时候大家销量都比较好只要别说的太过分能多的曝光能交差也好。是比较宽松的，但是这几年我能明显感觉到，就厂家内部他们也有 KPI， 也会去考核，这个视频能给我的销量去提升多少？那光有曝光没有提升，甚至还有一些负面曝光，那我还不如不找你做呢。所以说一些置换合作都开始要看你的稿子了，挺烦人的。当然也有那种纯没节操的媒体，就是 A 给钱的就是 A 吊打 B，B 给钱的就是 B 吊打 A， 这种必定少。因为搞多了，这观众也不傻，对你频道的公信力影响太大了反正我基本上自己频道底线吧，就是测出来的数据多少就是多少。那数据不好看，比如说一个显示器的某个参数不好看，
那我放出来这个测试数据，我自己测的话就会说，哎，这个参数属于比较糟糕，甚至没法用的水平。那上单码就说某某方面可能还有待去加强，或者说只是念这个数据，我就不多评价了。反正大部分厂家对于人他也不懂这些数据的好坏。那懂行的观众肯定一看到这个数据就知道这个产品几斤几两了。你像显示器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上仪器过一遍，几斤几两就知道了。而测的准不准，基本就取决于你仪器买的怎么样。现在国内这些测显示器这些搞的，哎呦妈呀，几万块钱的 CA410都是标配的，那一套配齐呢都是6位数起步，这还不算买软件的开销。你要说你纯自费评测，就是我看了看，国内目前除了销售人的胡总他是自己在卖他的那个光魂的显示器赚钱，他还会做一些热门显示器的自费评测相当于就给他自己的显示器引流吧当然你看他现在做这种评测也少了很多了。26年上半年我一共数了就4期，就209期到212期。对比一下25年的话，上半年是从179期到193期发了14期，25年下半年194到208期也是发了这个14期，更新的数量相比少了很多还是更多今年关注于卖他自己的显示器吧。那你再看它的播放量方面，你看23年的时候，经常这个显示器评测动辄几十万的播放。24年、25年上半年也基本能有个10万单的播放，从25年下半年开始，播放量基本上能过5万就不错了10万基本就到头了。反正这个是我能看到的，自费做显示器里面投入最大的有些女博主我就不提谁了，就是说她拿个1000块钱的爱测力或者红蜘蛛校色仪测测，甚至她连这个1000块钱的校色仪都舍不得买，显示器参数全是念的官方参数，它反而能给你搞个几十万播放的，反正这个对比看挺抽象的。毕竟它这个上单有钱赚嘛，就能去买推广，把这个播放做的比较好看。但是说实话，就是宁愿去花钱买推广，也不愿意去稍微拿点钱去买一个仪器，这也是够抽象的。但是人家就能一直接到广告，然后视频的播放率至少看上去还挺好看。所以说这个现象，今年很多博主私下都跟我聊过。就从早期评测一路做过来的这些博主一开始都对这个现象很鄙夷，觉得这种视频能做出来赚钱，这简直就把观众当傻子嘛。那我们自己当时要做评测，不就是因为受不了当时这种低级的念广告视频？但是你看今年整个数码频道的这个广告投入变少了，加上视频平台它不拿钱投流，播放很不好看，很多博主他挣扎了很久，也就只能接受这个模式了。我也就不考虑这个视频到底做怎么样了，反正做得好做得不好最后播放多少，除非说是这个产品特别的热门，否则基本上还是取决于你花了多少钱去投流。那该投流的我就把这个钱算进我的制作成本里面，那这个视频我就考虑最后能赚多少钱就行了。就慢慢的就会从以前我上单也会去认认真真去做测试去做，最后到了上单我就纯走一个流程赚完钱拉倒了那到了现在就除了上单，我自费视频我都不愿意做了。那我好几个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博主，包括一些都到了几百万粉丝这个博主的级别都在跟我说，现在有点失去当年这个做视频的一个热情了。现在就做视频就纯当生意来做了，就是压根就不想再去做自费的评测了。甚至跟我说，就好不容易积攒了一个热情，做了一期自费视频感觉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观众了。结果一看播放，完全没法和以前比。要花钱去投流吗？发现这个投入是根本打不住的，因为他发现像头部影视飓风这种博主，他做自费视频，他都要花很多钱去投流。那影视飓风好歹他目前能靠自己做电商去赚钱，而自费的视频投个流，它也能带来电商的转化。那他没有自己电商的博主的，那这个钱不就纯白花出去了吗？真的有点扛不住，所以4年前后，就最后只能把这个自费视频给隐藏了，要不然挂在那边太影响频道接广告了。就是有厂家投广告了，我再去做视频吧。那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说这个是你博主自己不行就是又没有人逼你去做博主，你做不下去评测了，那有的是人可以去做，你天天都发广告了，那我还不如去看这些小博主呢，甚至于一些用户自己拍的视频。这话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看法，就是评测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门槛的，就像是显示器评测。一系列就是硬投入。你说小博主甚至用户一些自发的分享，像一些显示器功能方面的一些主观感受，那倒是用过的人都可以去说。但是比较客观的这些显示器面板的测试，你拿肉眼看，拿手机去拍，肯定和你拿专业仪器和专业软件去测试的那要差不少。显示器这种它就是有一个测试仪器门槛的，
啊，就像你测些散热器啊、温度啊，测一些游戏帧数，这些不怎么需要测试仪器的，你看似应该小博主甚至普通用户和大博主测的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问题就在哪里啊？就是测试数据的准确性。散热器一般也就是2-3度啊，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的。但是你测试的时候稍微温度控制的不好，室温差个2-3度都属于很常见的。你要真的投入大的，你像5197啊，它建个温控室啊，你像我们频道不是经常测散热器的，就实在是投不起这种。我们也会拿一个温枪传感器啊之类的，就是一直要去监控这个环境温度。不要说很多小博主了，那很多就是有一定体量的博主，他可能都会觉得，哎，我空调设定一个温度为多少度，那它就是这个环境温度了。哎，你再像这个测游戏帧数，有 benchmark 的游戏还好，就是固定的跑一跑就行了。那只要确保不同的这个硬件画质它是一样的就行了。但是很多人啊，就测试的时候他压根就不会去手动检查一遍这个画质设置，甚至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这个软件统计它会有一个时间的周期，就是他会把一些这个过场的零帧也给弄进去的。我就不提之前谁了，就是1%low帧一大堆那个异帧挂在那边，他都没有发现。这还是他自作聪明啊，把这个测试录像放出来了。他想显示自己测试详细，才被我发现的。那好多测试游戏帧数都没头没尾的，游戏啥画质不知道，跑的什么场景不知道，就给你丢了一个帧数数据在这里。大部分没有 benchmark 的游戏，那自己跑的场景如果不去控一控的话，那跑2次都能差不少帧数的。有些讲的不好听的，有些没头没尾的数据，我都怀疑是不是抄别人的，甚至说他自己瞎编的。所以说这些测试你看着门槛低，但是它对你整个测试流程、测试方法还是有不小要求的。就大部分普通人甚至小博主啊，他是很难注意到这些地方的，就还是得靠那些体量大一些的博主去测更准。但是体量大的博主啊，他为了测试准确，本身测试就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成本，加上现在这个大环境，就短视频平台这个冲击越来越大了，就大部分用户压根不会去看你这个测试到底准不准。可能你频道长期观众会比较认真的去认你的测试数据，那大部分的路人观众可能并不会觉得你这个花比较大的一个成本去测试得到的数据和一个小博主甚至路人随便测的数据有啥区别，甚至他还觉得，哎，你测试一本正经的，那肯定是这个有广告投厂家钱了啊，你收了钱，那你屁股就是歪的啊，那他自费测的，所以他就准。然后你好不容易把这些都扛住了，然后你发现这个视频播放不太好，所以你花钱投流了，然后给你打一个什么小火箭的标记，然后又有人来喷你啊！你这个挂小火箭的就是推广，你肯定又是广告了，哎，你没有可信度而言，反正我觉得这样搞下去啊，那真的是非常打击一些博主做自费测试了。其实这个问题也说得很明白了，就是测试视频的这个盈利方式问题啊，就从播放量本身是几乎不赚钱的，到现在为了获取播放量，我还需要额外投入一个不菲的金额。这就让你自费做评测视频本身就是铁定是一个赔钱的事情了。那目前国内视频平台能赚钱的方式，无非就是接广告和带货。你想做一些自费视频能赚钱的，那你只能去靠带货，是目前基本能跑通的，就是那种横屏和一些选购推荐。其实横屏之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形式啊，就厂家之前找你做商单，会对你的限制很多，那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但是我该测试的数据都有了，那我留下来一些数据，最后把一些这个产品的数据做一个汇总，哎，单品视频里面不能说的东西，那我横屏里面还能去互相比一比，哎，产品的优缺点一目了然。那你觉得相对有优势的产品，那我去挂个链接，你下个单，我赚点佣金。虽然说没有广告去赚钱啊，但是至少是能有一些收入的。那这些东西是怎么被玩坏的嘛？一个就是假横屏。就是厂家他故意找一些收钱办事的，反正我给钱了，怎么比都是我自家产品最厉害，有的你要说玩田忌赛马这种就算了，就是拿自己好的地方跟别人不好的地方去比，更多的叫什么？先射箭后画靶，哎，我先设定我的这个对比的结果，然后我去编造这个过程。那还是那句话，就厂家做这种东西，他能获利，所以他能去找人批量复制，除非说是做的特别拙劣的，基本上你是根本看不出太大区别的。这个在家电领域搞得特别多，那数码领域就相对没有这么多夸张，因为数码领域大部分还是能有一些成熟的跑分工具和测试方法的，就没有办法去公然的造假。但是这种假横屏搞多啊，就比如说观众刷到10个横屏，有9个是假的，1个是真的啊，除非说他真的非常认真的看你的视频，能看出来你是真的认真做的测试，否则就他可能把你这个真的也当成假的，
的了。就与之类似的，就是那种合集推荐类的视频，它本质上还是对你的这个领域有一部分研究。那我把产品全都测过了，扛不住，但是我测过了很多的，那有些东西我收集一些资料大概啥值得买，啥不得买，我大概有个数，我就靠带货赚个佣金。但是这个东西很快也就被玩烂了。就是他推荐的都是厂家佣金给的高的，就谁佣金高我就推荐谁，一个推荐动不动就是干个大几十分钟甚至1个小时，就恨不得我要把所有的高佣金的商品都吹一遍。我今天推荐 A 品类的，明天推荐 B 品类的，一个月能给你干出来一堆合集推荐的，就还是和前面这个横品的视频类似，就是你花了很多时间认真做东西，就很快就会被淹没在一堆粗制滥造的这个视频里面了，就普通观众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认真分辨的。甚至我可能讲的不好听点，就大部分观众他就是视频都懒得看的，他直奔评论区就照着清单去买了。反正呢也是说了目前不少评测现状吧，因为确实能感觉到今年太多的博主在互相的吐槽这个大环境不好，商单减少，投流的开销在增大，导致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再去做自费的一些评测了，就大家做的全是商单。其实这样对于观众的观看体验是非常不好的，就是想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购买意见就更难了。即便是看广告，也希望就能看到一些认真做的广告吧，而不是全是花钱投流上去的烂广告吧。反正就说一说我们频道的一些现况吧，就是我们还算比较幸运，就是一直是商单加上卖电脑2条腿去走路。前几年可能是商单收入更多一点吧，这几年可能更多是要靠卖电脑吧。而且我们卖电脑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老客户和行业客户居多。就说点不好听的，就是我们卖电脑在吃以前积累的口碑。今年收入肯定也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很多自费评测肯定后面做的时候要思前想后，我到底要不要去做？但我还是能维持一些自己的自费评测，那就当大家看我们评测做的不错通过我们的一些行业采购让我们赚一点钱吧。毕竟今年高校这些 AI 的电脑采购需求还是挺大的，咱就主打一个靠谱。前面提到的一些横屏和购物推荐的，我们其实是只弄了一个路由器的这个品类一个是就是相对路由器没有那么多外面恶俗推荐，没有搞那么泛滥做出去呢还是能有些人去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投入不算特别大3的话就是大部分频道用户还是会有这个购买需求的，就几百块钱的东西看完了，基本也就能去下个单了其实这个赚的钱真不多，就一个路由器能给到1%的佣金就不错了，有的甚至是0.5%甚至0.1%。做了半年甚至1年的这个带货收入，就是勉强能算接了一个小商单吧。但是觉得就是能算和观众能有一个小互动吧。就是你要觉得买了我们推荐的路由器不错，那你可以评论说一声。如果说你觉得我们推荐的不行，也留言说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后面去改进我们的测试方法，可以推荐后续优化反正今年下半年算是数码评测行业的一个寒冬吧，就是希望我们还能尽力去给大家多做一些优质的自费的评测视频吧，就感谢大家的支持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我说的这个言论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有观众别忘了点小赞点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 你们点赞都分成账。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计划，可以关注我们新公号传个下 O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让团队部朝阳孤独数码。这是常客，我们今天我们下见，拜拜。